那个公司之前是跟奔驰合资的，现在是100%都是比亚迪的。比亚迪已经媲美国际上的车子，这一台可以下水游水30分钟，一箱油可以跑1000到1200，跟日本的有的拼。它还有做轻轨客车，有一台叫仰望 U9，170万人民币，是超跑型的电车了。时空中心被美国制裁药里面最先进的方向，抗衰老。你有什么癌症，他们就在改变你的 DNA 来解决癌症。在某些癌症已经成功，他们要研究这个东西，要采取样本。西方新闻上觉得是国安危机，他们测试的某些机器可以把人家的1年产量都买掉，会影响西方的公司。你看到你就可以把它给拦下来，在市区想去哪里，他就带你去哪里。在泉州市区，电动小巴都会到处乱窜，没有固定路线，你随时都会看到。车上有其他人，司机就会找最好的路线，你也可以用 APP 叫他过。所以是不用钱，还是要钱？一次就2人民币，所以路不熟，你只要告诉他你想去的，他都会带你去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我到深圳去考察，我能看到的车子其实没那么好。不过你真正进比亚迪看的话，它有很多车子已经媲美国际上关键的车子品牌。比如说第一张照片媲美路虎 Land Rover， 路虎高阶版的这一台可以下水游水差不多30分钟。浮水模式则是因为以4方平台防水达到 IP68 等级，同时凭借4轮独立控制，在车辆完全漂浮在水面上时，可以独立控制车轮输出，让车辆保持受控。只可惜台湾买不到这辆车。第二台应该是媲美丰田的陆地巡航者，底盘是比较耐造的，20来万吧。我现在看的底盘呢，有一部分是电车，有一部分是混动。比亚迪如果要的话，基本上这些底盘都可以卖出去，它都已经有一个统一的底盘。它的混动现在一箱油都已经可以跑1000到1200啦，就看路况，已经跟日本的有的拼了。它还有做轻轨客车，你在里面看的时候，它的高阶车都可以做出来了。红色那不是大量生产的，它有一台叫做仰望 U9， 已经是超跑型电车了。那台车已经开始交车了，170万人民币。它不只做低阶的车，它连高阶的车现在也开始做了。所以我前面才跟你说那些路虎啊，还有 Lanza D9 是可以媲美丰田的埃尔法的。不过那个公司之前是跟奔驰合资的，现在是100%都是比亚迪的了。我还有去了另外一间公司叫做 EGI 华大，它是做什么的？时空中心。这间公司是研究 DNA 的，比如说你有什么癌症，他们现在就在想怎么改变你的 DNA 来解决你的癌症，而且在某些癌症已经成功了。所以这间公司也是被美国制裁的，因为他们要研究这个东西，要采取很多样本嘛。在西方的新闻上，他觉得他们不应该采取这么多的样本，是国安危机，所以美国现在一直在找理由制裁他们。以前他们测试的某些机器可以把人家的1年产量都买掉，我看可能会影响西方的医药的公司在研究的范围方向，比如说抗衰老啊，就是在医药里面最先进的这间公司都在研究。深圳北站的这个站，我告诉你，第一次看到高铁站有30多条轨道，所以你从端走到另外一端其实是好几个足球场的长度。问题是我觉得很大的动车站不是中国最大的动车站，听说还有40多条轨道的，是到很多国家都没看过。那你自己本来是住哪一个国家？东南亚的，就住在我就没看过他们有办法处理的那个人流量是这么惊人的嘛？它可以容纳的就是30多辆车，你就想它有30多条轨道啊，同时就有30多条站台，同时处理30多辆车，一辆车可能有600-700人，600-700人你去乘以这32条轨道，你就看多惊人。动车进站出站的时间可能就那10几分钟，能够处理的人流有多厉害？你不去算的话，你可能没感觉；你真正算的话，它这个东西其实是很强的。后面还有2张照片，这是习近平啊，年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跟他老爸不能去做什么东西了，可能就10几岁吧。他年轻的时候其实挺帅的。
有那个什么，上面是尖的。再看第2张那个电话亭，举光楼。哦，对啦，金门太久没去了。我从厦门过去金门，我是少数的外籍人在那艘轮船上，船里面多数台湾或金门人啊。我当时去的时候，大陆人不让进或者不容易进。金门这个地唯一的收入就是靠旅游嘛，金门就剩下6万多人了。你不让人家进去，他怎么样会有收益？那地是种不出东西的，挺惨的。住在金门，知道金门早期其实有很多人都跑到东南亚去讨生活。屋顶破洞那是被炮弹打到的吗？被炮弹打到了啊，823炮战就废弃在那边。后面那个斜张桥那是哪里？跨海大桥那个？去小金门的桥啊。哦，就是大小金门之间那个金门大桥啊。你从金门看过去，其实不到10公里就是厦门了。如果你从小金门看过去，可能就不到5公里而已啊，就是厦门了。再接下来的照片是泉州，泉州这地方很有意思啊，到处都是很有宗教信仰的地方，到处不是清真寺啊，不然就教堂啊、庙啊，这些都是很老的建筑，是新的，都是老的东西。把宗教全部删除掉吗？我觉得也没有吧。然后后面你拍了一个电动的小巴，如果在泉州市区，电动小巴都会到处乱窜，你看到的话，你就可以把它给拦下来，在市区想去哪里，他就带你去哪里。它不用钱吗？你就刷2维码，它没有固定路线，你随时都会看到，所以就有点类似共享计程车的概念。比如说我要到 A 点，然后你如果拦下来，然后他就是可以直接送你过去。车上有其他人，司机就会找最好的路线，车上有8个位置，它有点类似那个 Uber 在送人共享概念就对了。而且你也可以用 APP 叫他过来，其实没有这个必要，因为满街都是这个东西。我在那边，我很多时候不是骑共享电动车，连看地图都不用看的。所以是不用钱还是要钱？它是以次数来算，一次就2人民币。所以路不熟，你只要告诉他你想去的旅游景点或者什么，他都会带你去。反正他就会自己优化路线，就 App， 他等于是就是用 AI 就优化路线，谁进就谁先。它基本上是人在开的，所以那个人可能比 AI 厉害吧，他对那个路都挺熟悉的。对了，我就叫他。对，大陆打车超便宜，上次我去南京17公里只花了我170几块台币而已。台湾一样，差不多16、7公里，差不多要花了500、600块。如果晚上的话，白天至少也要300、400块，跑不掉。不过要看你搭什么。我在厦门其实不太走运，从市区坐网约车30多块，回来的时候我就说，不如我就试看的是，哪里知道又被的是绕远路了，回到市区要70多。你是用那个直接叫车滴滴啊，路线是固定的，它价格在叫的时候就算得出来，不是吗？哦，你是拦车的，是不是？我上次是用微信直接叫。我已经试过几次会被绕远路啊。